太平年最新剧情来了。上一期我们讲到九郎钱弘处继任吴越王，而远在中原的后汉同样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权力更迭。二皇子刘承又看见赵匡胤进了大皇子刘承训的家中，似有所想。大皇子不仅勇武，头脑也非常灵活，知道赵匡胤的父亲统领亲兵已久，借此拉拢赵匡胤。天父5年从军，其境亦有。晚上回到家，赵匡胤的父亲开始给赵匡胤上课，分析大皇子的动机。这可是你的福分啊！可惜队还没得急战，第二天便传来了大皇子的死讯。皇长子轰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重要的是送走了最器重的黑发人，皇帝心都碎了。与此形成反差的是，二皇子的舅舅一点没有悲伤神情，反而竭力教授着二皇子帝王之术。各位记住这个小人舅，后续后汉的灭亡跟他有直接关系。应当如何做？还请阿舅教我。陛下是天子。二皇子学到精髓，立马戏精上身，不仅哭着被下人拉到大皇子府上，还直接晕了过去。二皇子的悲伤是假的，皇帝却是实打实的悲痛。没过几天就像老了几十岁。诸位臣子劝皇帝立皇储，但是没想到皇帝想把自己的弟弟调回来，真想召回来。话音刚出，群臣脸色突变。很显然，大皇子的死可不是为了让别人继位。紧接着，众臣和二皇子的表现让皇帝心凉。令姑与夫子以为呢？臣以为此事需慎重。二郎以为呢？皇帝其实心里很清楚，二皇子有几把刷子，他根本把握不了这种混乱的天下，怕的就是有小人进谗言，另有所图。另一边，的前程，赵匡胤没想到竟是自己的锅，但赵爸当即表示要自己站出来顶，不等他动手，明日我。殊不知这番退出兵权中心，却是让父子俩躲过了兵变的杀生之祸。画面一转，后汉皇帝刘知远已经驾崩，可怜的冯令公送走了自己第7任老东家。年仅18岁的二皇子刘承又被权臣推举上位，可惜皇位都没坐热乎，立马有人造反了。经过权衡利弊之后，众臣推举郭荣老爹郭威率军出征。郭家军刚刚抵达河中府，还未准备妥当，皇帝就派来小人就催促郭威开战。官家命下官。可惜自古昏君就爱听小人之言，放任这个小人就回去，则是埋下了一颗雷。夫妇的意思，即使有明眼人看得清，却叫不醒被帝王术洗脑的小皇帝。有人说小皇帝和七郎很像，其实不然。七郎虽然又菜又爱玩，但本质上也是胸有地宫之人，尤其不会演戏。而小皇帝则早被小人就带坏了，尤其会演戏。另一边，郭威靠着打呆仗修攻势慢慢推进战线，一场小胜斩敌数百。赵匡胤有点心急的时候，赵父给他现场传授带兵之道。我是想不明白。同样的平乱之后，小皇帝也跟那个小人就复盘。小皇帝本想按照战前承诺的给郭威加官进爵，可小人就有自己的算盘。臣以为这一记损招立马引起郭威的不满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上一期七郎猜忌手握兵权的老胡，导致自己被逼下皇位。这期的小皇帝也是这般猜忌老将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当然，朝堂之上也不乏水丘公一样的明眼人存在，而隐隐暗示他的下场与水丘公不遑多让。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。另一边的郭嘉当然也知道皇帝的猜忌之心，本着惹不起还躲得起的原则，想要带兵戍守一边，离得朝堂远远的。可惜杨丞相对小皇帝还抱有幻想，想当一把诸葛亮。武侯是如何说的？亲贤臣，远小人。之所以轻退也。可惜小皇帝不是刘禅，而这个后汉却是那个后汉。咱们这是大汉，算是先汉还是后汉？第二天，杨丞相与众大臣对好话术，计划对小皇帝忠言逆耳，
可惜还没见到皇帝，就被小人就给包围了。有司议罪，伏谋大逆，其罪。与七郎比起来，这位小皇帝倒是敢猜忌，也敢真出杀。事后奸臣还给杨丞相罗列了诸多罪名。冯令公看惯了这勾心斗角，一言不发，而小皇帝又是一番影帝级表演。朕本念及，只有这一个法子了。小皇帝当然不会听母亲的话，小人就也继续进谗言。太后和苏相公都还相信郭威，是因为郭氏反计未彰。司的探视今日看到郭荣回府了。赵匡胤听到风声，赶紧到郭荣府上通风报信。郭荣问赵匡胤出什么事了，赵匡胤反问：出什么事我还想问你呢。我今日守职的时候听闻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，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，好早做打算。可你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？郭荣一脸懵，他们郭家也就是替小皇帝平了河中府的叛乱，平乱之后还未回到京城，还未见到皇帝，竟然就成了反贼，难道打了胜仗就是叛国吗？郭荣无语，主母开口了。我们郭荣跪别母亲，深情地看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殊不知一别却是永远。就如母亲所言，如果郭荣自己一人走尚有机会，若带任何其他人走，不仅难以脱身，反而坐实了反叛之心。接下来的出城就可证明这一点。走。郭荣出城之后，快马加鞭赶往军队驻地，就连腿被磨破也不敢有丝毫停歇。终于在朝廷宣读调令之前赶回郭威那里。从之前的掌兵就可以看出，郭威是一个能打敢打的帅才。听完郭荣的讲述之后，立马决定起兵。清君侧，我等受先帝恩荫，断难做事。即日。另一边，小皇帝急得都哭了。当然，也许是演戏给群臣看的，谁知道呢？冯令公提出的对策也很简单。郭灵公究竟要做什么？郭威要做什么？陛下当去问郭威，老臣不知。一番来回问话，虽然无聊至极，却是观众都懂的真相。小皇帝打发走传信之人后，又开始听信小人就之言议。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，退而殊死一战。这小皇帝走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了雷区，但凡只有一个建议没听小人救的话，下场都不会太惨。而现在小皇帝又问如何断了群臣的退路，这一番抽象的举动哪是在断群臣的退路，分明是断自己的后路。开战！公元950年，即后汉前又3年。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，战斗很快就结束。小皇帝被无名小兵给砍了，小人就这时候想起了求饶。殊不知观众老爷们都知道，造成这种悲剧的，造成5代10国动荡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有这种弄权跋扈的乱国小人。杀之不足以平民愤，战乱的事实不能推倒重来，死去的人也活不过来。同样的故事和起因，七郎猜忌权臣，小皇帝猜忌权臣，和程勋是小人，小皇帝的舅舅也是小人。忠臣重臣水丘公死了满门，忠臣重臣杨丞相死了，郭威郭荣满门死了，但是结果却是九郎继位吴越政权，损失可以接受。但是这里中原汴梁的后汉怕是有亡国。天子弃国身死，乃百官何为第一位。真是替冯令公惋惜，又送走了一朝天子，冯令公都麻木了。就连郭威下属让冯令公带头让群臣投降，冯令公也只是说你把名单写好我照做。另一边，郭威进宫面见太后，字面上的意思是想立刘知远的小儿子当皇帝，然而太后心里也是对这皇位伤透了心。雀儿兄弟，可因为私见，郭威手下的众多武将眼见外地的军阀要过来当皇帝，他们自然是不愿意。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都是为了自己的前程。如果刘崇的儿子刘赟当了皇帝，
肯定要重用太原或者徐州的班底，那么他们这帮人被猜忌夺权事小，被谋害也不无可能。可反之，如果郭威当了皇帝，他们也算是有了从龙之功。所以历史又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后晋倒台众将把刘知远刘大哥推出来当皇帝，现在众将又想把他们的郭大哥推出来当皇帝，可皇帝哪是那么好当的？郭威是真心不想做，多谢令公成全。第二天，众将士又想劝郭大哥当皇帝，郭威正好来了个将计就计，以军令把所有将士都困在了军中，然后请太后令班师到外地。太后有诏，大河开化。是天子。晚上，王秀峰找到郭威，郭威自然知道他的意思，碍于感情与他坐在一起，却也开始打感情牌。可惜已经迟了，郭荣被罢，众将士也聚到了中军大帐。至此，诸位与赵匡胤一起看黄袍加身 2.0 版本。请令公出帐。令公何在？臣等。咱们不知道郭威是真想当皇帝还是迫不得已，但却是给冯令公找了大麻烦。那边还在迎刘崇的儿子刘赟回来当皇帝呢，这边已经把皇帝的坑位占了。冯令公那边刘赟直接给跪了。一个边缘人躲过了郭威三哥的劫杀，却没躲过郭威突然当了皇帝。一旦被猜忌，那必死无疑。幸好冯令公早已想好了对策，让他既不要回徐州掌兵，也不要投奔太原的亲爸，更不要打听汴梁的皇位耕地，只管鸟耳不闻窗外事，闭门读书即可。这一招可是冯令公伺候了7任皇帝的活命心得。读书，一个人也不要见，一件事也不要问。闭门读书。好，刘赟，谨遵令公君命。画面来到汴梁，郭威已经上任皇帝，坐上了那烫手的皇位。陛下！大陵新皇刚刚继位，新一轮权谋便已经开始。郭威为了让唯一的儿子郭荣顺利当太子，有意疏远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将领，而这些当年的三哥二弟却认为一个养子不能继任。郭荣做不得主角。没错。第二天，冯令公走流程奏请郭威立太子。果然，王秀峰跳出来反对。官家膝下无子，何来太子可立呀？自此，冯令公就知道目前的情况已经不是讲道理的事情了，是谁的兵更多，谁的拳头硬。于是冯令公知趣不言。但是郭威可是正经领兵打仗之人。郭荣，请陛下降罪。怪不得朱元璋上位之后杀掉了一帮帮他打天下的兄弟。为了天下，为了政权稳固，谈感情便不能当一个合格的皇帝，谈感情便不能当寡人。晚上，郭威作为父亲想问问郭荣的想法。不可回复吕阙主。无论是统兵还是学习政务，都会引起军中老将猜忌。最后，郭荣去了灾区治理河水，郭威只得孤家寡人治理这偌大的天下。刘赟没当成皇帝，却按照冯令公的指示安心读书。没有老大的徐州不久就发生叛乱，郭威派军攻破徐州。次年，郭威又御驾亲征攻破兖州。此时冯令公胡子都白了，却也终于看到了太平年的曙光。此时的郭威南征北战，统一了北方诸多重城，还去了孔庙参拜，奠定了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。回家之后，郭威与冯道促膝长谈，冯令公激动满分。荣但知行好事，莫道问前程。而另一边的郭荣修黄河河道，治理水患，取得巨大成果，功在社稷，福泽万代子孙。朝堂之上，冯令公再次奏请郭威召回郭荣。至此，太平年第33集完，点击订阅不迷路，明日继续更新。